大家好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。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18季第6集。早上8点整，闹钟准时响起，辛巴一起身就看到了食指上的蝴蝶结，他想自己应该记起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果然他的身上也写着别忘了，但他着实想不起来是什么事儿了，连用门夹脑袋都无济于事。吃饭的时候，猫和狗身上也写着别忘了，就连小新嘴里吐出的也是这句话，到处都在提醒他别忘了，可就是没人告诉他别忘记什么事儿。这时辛巴让他们赶快收拾，因为马上就要去老年奥运会给爷爷加油。一听这话，辛巴整个人都不好了，难道这就是我应该记得的事儿吗？想到这，辛巴只觉四肢无力，瞬间瘫软在地。但这次辛巴说什么也不让他打退堂鼓，一家人齐心协力给辛巴拖了出去。他们刚走，家里的电话就响了，是老谋子打来的。他给辛巴留了言，说希望他没有忘掉他们的大节目，也就是他的钓鱼庆生会。说的这么隆重，其实也就只有他和辛巴2个人。说了那么久，还是没有人接。原本满心欢喜的老谋子，现在忍不住泪流满面。老年奥林匹克的现场，老辛普森很是高兴，觉得自己终于有机会赢一块金牌了。他还记得1936年的奥运会是他最接近胜利的时刻，那年他投出的标枪险些就刺中了希特勒，可惜扔偏了一点，刺杀了那个想刺杀希特勒的刺客。老辛普森说，后来他见到了希特勒，他们还一起吃饭呢。说话间，火炬手已经进入了跑道，虽然老人家行动不便，但还是成功将火焰传到了主会场。就是这胡子吧，也被点燃了。这时辛巴注意到女儿的笔记本上面都是些被划掉的名字。辛小妹说她的春田传奇人物报告假如一早交了，但是本子上这些人都太无聊了。兰妮走了过来，你可以采访我啊。她说自己收藏福特家的附赠画，其实也就只有不知从哪撕下来的这一张。辛小妹一问，她就哑口无言了。接下来是跳水项目，老人家爬上跳台就已经够费力了，空中的时候身上那些褶子变成了翅膀，老人家最后连泳池的水都没沾到就到了地面。还有72个项目，一家人就已经失去了兴趣。他们一致认为老辛普森是不可能拿到金牌的，因为有一个老人装了机械腿。说罢就到老辛普森的比赛时间，很显然他不擅长跑步，一开始就被甩在了最后。这时威利正在除草，看着天空乌云密布，他掏出了黑色的雨衣穿上。好巧不巧，老辛普森刚好经过他旁边，还弄掉了假牙，于是威利就捡起来追了上去。听到背后有声音，老辛普森回头看了一下，这一看不要紧，老人家魂都要吓掉了。黑色斗篷，死亡镰刀，这不妥妥的死神来收人了吗？直接让老辛普森脚下生风，第一个到了终点，还真就让他赢得了一面金牌。运动会结束后，一家人开车回家，不料快抵达目的地的时候，辛巴看到老谋子坐在自家的台阶上，他终于想起了自己忘记的事，可惜已经晚了。辛巴让大家都趴下，顺利骗过了老谋子，只有他哀伤的歌声还盘旋在这栋房子上。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，我真的好孤独，再没人来弄死我。已经很晚了，老谋子依旧没有离开。辛普森一家也并不输他，全家都像寄居蟹一样蹲在地上拿吃的。就在父子俩开展了食物争夺战之后，一块砖头从外面扔了进来，上面还有一封老谋子写给辛巴的信。生日对我来说本来是可有可无的，可你说要带我去钓鱼，我就像个乐乎乎的傻瓜一样满心欢喜，但你粉碎了我的梦，用刺刀直捅我内心深处。我看我生来就不该快乐或英俊或是其他什么。这一封沉郁无比悲戚无比的信让辛普森一家的心也揪了起来，这是一个多么深沉千疮百孔的灵魂啊。辛小妹当即决定将老谋子作为采访对象，上天待他似乎格外不公，就算是生日也让他独自在外面对风雨。这时辛小妹给他撑起了一把伞，说他的世界观既荒凉又美丽，他要写一篇关于他的报告。老谋子欣喜若狂，这是第一次有人愿意透过他的外表了解他的灵魂，他觉得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个生日。可惜这么美好的氛围也没能长久，被狗咬被鸟啄，坏运气好像都集中在了他一人身上。父女俩将老谋子送回了家，辛巴躺在按摩椅上，觉得震动的频率很是不错，但老谋子告诉他这不是按摩椅，只是蟑螂太多，刀子划开全部都跑了出去。辛小妹仔细阅读了老谋子写的字条，觉得他的短句写得很棒，还说他们都是诗。辛巴对女儿的话嗤之以鼻，他根本不相信老谋子会是个诗人，然后他就为那些恶毒的话付出了代价。最后不得不说，老谋子，我认为你很有天赋。这时辛小妹将那些字条重新排列组合了一下，按照这样的顺序去读，这就是一首完美的诗。辛小妹还给他起了个标题，对着水泥月亮咆哮。老谋子很是高兴，他亲切地对辛小妹说，我们真是一对好搭档啊。到了正式报告的时候，老谋子朗诵了他的诗歌，我的灵魂闻起来像死了3周的鸽子，我关上窗户上床睡觉，在梦里我用眼睛吃玉米粒。下面的孩子们都听呆了，只有一个小男孩象征性的鼓了掌。辛小妹沉下了脸，一群俗人。其实他并不在意自己的报告得低分，还打算将老谋子的诗发
发到美国诗词展望去。美国诗词展望大厦负责人正在审核收到的稿件，他的手下兴冲冲地推开了门，说收到了一个不知名天才诗人的投稿。仔细阅读了一遍后，负责人表示这的确是个天才。他将稿子交给手下，说不要给稿费，直接登在封面。公司效率不错，手下很快就拿了成品过来。不过原本要上封面的那位仁兄就只能多担待了。辛小妹拿着那本书，兴冲冲地找到了老谋子，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了书的封面上，她很高兴。这时酒吧里的电话响了，没说到2句，老谋子就生气地挂掉了。辛小妹就顺嘴问了一句是谁，老谋子说是汤姆·沃尔夫打的骚扰电话。一旁的巴尼听到后下巴都惊掉了，他说这个人是个著名作家，还列举了好几部他的书。这下轮到老谋子震惊了，所以刚才那个人让他去参加 W 论坛也是真的。辛小妹一听到 W 论坛就欣喜万分，告诉老谋子在那里可以见到美国所有有名的作家，还劝说他一定要去参加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老谋子答应了去论坛，但也有一个条件，那就是辛小妹必须和他一起。他觉得没有这姑娘自己什么也做不了。不久，一家人带着老谋子就上路了，酒保坐镇，辛巴随时都有酒喝，开车也不例外。辛巴制止了丈夫，说开车不能喝酒。辛巴同意了，然后开停停的间隙就拿来喝酒。最后抵达目的地的时候，车门一开就栽在了地上。这么嚣张的酒驾，当然没有逃过交警的罚单。一进入晚会，辛小妹就认出了汤姆·沃尔夫。她对老谋子说，汤姆特别爱用感叹号。确实如此，他连平常说话都带有强烈的情感。汤姆向周围的人介绍过老谋子之后，他与人们也就渐渐熟络了起来，还向他们讲了一些自己遇到过的事，大家都很喜欢听。这时汤姆拿着老谋子的作品走了过来，说自己很喜欢他初次发表的诗歌，尤其是那个华丽的诗名。他问老谋子对着水泥月亮怒吼是怎么想到的。老谋子说这不是他一个人想出来的。话音刚落，周围人看他的眼神就变了，只有戈尔维达尔觉得这是件很平常的事。他说自己取的那些名字也借鉴了诸多事物。戈尔坦率的发言惹了众怒，他们直接让他拿着礼品袋离开论坛。有了这样一个前车之鉴，汤姆再问老谋子的时候，他已经不敢再如实回答了，直接说这个题目就是自己想出来的。人们簇拥着老谋子，将他当做真正的作家，而辛小妹这个老谋子背后的女孩却被孤零零地留在了空荡荡的房间。主导这次论坛的是汤姆，除却3个著名作家，老谋子也坐在了专家小组的位置上。到了接受大众的赞誉和提问的环节了，辛小妹小小的手直接就被淹没在了人海中。一位观众起身赞美了各位作家一番，又让他们说是谁的作品更为优秀。原本有2位作家约定好相互吹捧，但有一方不讲武德，撕毁了互夸协议，以防2位同僚闹得不可收拾。汤姆 Q 了一下老谋子，问是谁给了他成为作家的灵感。老谋子很实诚地表示他不知道，因为他读过的唯一一本书是讲赛马下注的。这时辛小妹站了起来，肯定有这么一个人在没人相信你的时候支持过你吧。明明是个问号，却说得如此坚决，咄咄逼人的态度让老谋子脸上有些挂不住了，但他依然骄傲地表示没有。汤姆也制止了辛小妹继续说下去，直接散会了。辛小妹一出门就遇到了快乐的家人，他们让她一起去探险，但辛小妹没有心情参加，于是他们就离开了。她独自跑到湖边去喂天鹅，看着他们吃完就离开。辛小妹又赌气地把面包撒在路边，没想到扔在这里也被吃了。这时老谋子找到了她，要她把自己的小字条组成一首新诗，在告别晚宴上用，但她依旧没有打算承认辛小妹的意思，言下之意就是又想白嫖她的劳动成果，这样的亏吃一次就够了。辛小妹生气地说，你就是个没心没肺的混蛋。说完就离开了这里。老谋子没办法了，只得自己来试试能不能拼起来。谁知一阵风吹来，将他的字条吹进了湖里，还全都被那些天鹅给吃掉了。即使掏出枪又能怎么样呢？那些句子再也没有了。一家人探险回来了，父子俩瞧见辛小妹坐在摇椅上，难掩兴奋的要将旅途的快乐都告诉她。辛爸还给女儿带了礼物，2只分别代表辛小妹和老谋子的玩偶熊。辛小妹看着他们，瞬间哭得不能自己。辛爸安慰她，这些不是真的熊。但辛小妹难过的点不在这里，她说老谋子根本没有提到自己对她的帮助。说完她就哭着跑走了。看到辛小妹这么难过，父子俩气得不轻，看样子有人又要倒霉了。不管那些字条有没有被吃掉，老谋子都得在晚宴上朗读自己的主题诗。他从怀中掏出一张卡片，说这是第1首诗《电梯容量》。人们刚开始还满怀期待，后来发现这就是从电梯上撕下来的。没关系，他还准备了第2首61频道全家最爱。很显然这是从酒店拿出来的电视节目介绍单。这时辛小妹走了进来，看着那小小的女孩露出低落的神情，老谋子说自己还有最后1首诗赞美丽萨，她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小缪斯，比我应该拥有更多的朋友。你帮我脱离了低谷，让我的心灵像美丽的花朵一样纯洁。这首诗感动了辛小妹，她立刻原谅了老谋子。这时父子俩行动了，他们打算在老谋子的头上倾倒糖浆，但此时辛小妹已经不
生气了。于是老谋子在得到辛巴的许可后，在糖浆还没有滴到身上的时候，离开了这个危险之地。老谋子和辛小妹两个好搭档，又是好朋友了。他们和好了，可是美国数字展望的负责人却不高兴了。他讨厌温馨的结局，他要蜘蛛侠的诗歌。是有伯乐，然后有千里马，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。辛小妹可谓就是老谋子的伯乐了。在其他人忽视他、嘲讽他的时候，是他发现了他的才华，站在背后支持他。但老谋子这匹千里马的所作所为，却不禁令人寒心。有了一点成就就过河拆桥，完全不留情面。果然是共患难容易，同富贵却很难。但让他们分道扬镳的背后，也有那些道貌岸然的家伙的推波助澜。艺术创作本身就取材于生活，这本无可厚非。好的作品源于多人的共同结晶，本也是一段佳话。但总有一些人用自己狭隘的观点去束缚别人，用看似正确的观点将艺术扼杀在摇篮之中。从屌丝到知名作家的逆袭，谷底到云端的飞跃，确实让老谋子忘记了自我。但那些人也不见得高贵，他或许永远也做不到像戈尔那样洒脱，但迷途知返依然是一匹好马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